大家好，我是西安交大医学院的儿童营养专家。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有关贫血的问题。您知道中国农村地区大概有40%的儿童患有贫血吗？大家作为校长应该知道，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贫血的儿童和健康的儿童相比，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学习上，表现都会比较差。那么，什么是贫血呢？贫血是一种疾病，它严重阻碍人体将吸入体内的氧气传送给肌肉和大脑，导致人体大脑缺氧，反应迟钝。那么，我们怎么治疗贫血呢？很简单，使用大量富含铁元素的食物，比如肉类、豆子和豆腐，这些食物都会让身体虚弱的患贫血的人变得强壮、聪明、健康。那么，如何发现学校里哪些学生患有贫血呢？贫血最麻烦的一点是，它通常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一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孩子，也可能患有贫血。有时，患有贫血的儿童可能会感觉到头痛、头晕，或者感觉到总是很累。他们的脸色可能会发白，另外，他们上课时也很难集中注意力。许多贫血的孩子看上去都会比同龄的孩子瘦小很多，但是也有很多儿童虽然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他们却患有贫血。和班里其他健康的同学相比，贫血的孩子明显处于一种劣势。事实上，研究人员已经在陕西、宁夏、甘肃和青海等省份开展了贫血及贫血对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患有贫血的学生学习表现和健康的学生相比较差。通过标准的考试测试发现，贫血的学生分数低于健康的学生。但是，当贫血的学生接受治疗不再贫血以后，他们的考试分数比之前提高了5分，这相当于从 C 加，相当于75%分，提高到了 B， 相当于80%分。虽然如此多的学生患有贫血，但是乐观的方面是，只要在您的学校中开展贫血治疗，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研究人员发现，在本地区大概有1/3的孩子患有贫血。您现在可能就在担心哪些学生已经是贫血。不用担心，因为贫血是很容易治愈的。您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学生的饮食搭配，保证学生们摄入足够多的铁元素，并养成饮食均衡的好习惯，就可以帮助学生们有效地预防并治疗贫血，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什么食物中含铁呢？肉类食物。所有的肉类食物，包括鸡肉、牛肉、羊肉和大肉等，都是铁元素的重要来源。请记住，虽然鸡蛋和牛奶很有营养，但是它们不含有铁。虽然其他的一些食物中也含有铁，但是对于儿童来讲，他们很难从非肉类食物中吸收铁。肉类食物是铁元素最好的来源。此外，葵花籽或者南瓜仁儿、土豆皮、豆腐，还有各种豆制品、花生和黄豆中都含有铁。如果您想通过这些食物来增加学生的铁元素含量，那么当学生在食用这些食物的同时，请搭配大量的水果和蔬菜，因为只有这样，铁元素才能被身体吸收。原因是水果和蔬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吸收铁元素。一些蔬菜如青椒、西红柿和红枣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所以如果在给学生吃饭的同时搭配一颗红枣或者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
就能有效地将铁元素的吸收率提高到3倍。均衡的饮食对于战胜贫血是很重要的，而均衡的饮食不仅仅包括主食。每天除了安排学生们吃主食，像米饭、面条和馒头外，还应该让他们多吃些肉和蔬菜。虽然吃主食很顶饿，但主食里不含铁元素，也不含其他副食能提供的营养，因此光吃主食是不健康的。主食应该和肉或蔬菜搭配起来，才是健康的饮食。请记住，给学生们只增加主食是不够健康的。给学生们增加蔬菜和水果是好的，但是还是不够健康的。给学生们提供肉、水果和蔬菜搭配起来的均衡饮食才是健康的饮食。这样的饮食对学生的身体和学习才最重要。那么，到底每天应该让孩子吃多少肉才比较合适呢？一般来说，孩子每天应该吃半斤肉。具体来说，孩子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项食物来补充每天必需的铁元素：半斤大肉、3两鸡肉、7两半羊肉、8两豆腐、1斤3两豆子，相当于1碗那么多。请记住，以上任何一项食物的量都能提供给儿童一整天的必需的铁元素，而不仅仅是一顿餐里的铁元素。那么，很多儿童每天既在家里吃饭，也在学校吃饭，这就需要把上面一天的补充铁元素的食物分摊到学校和家里两方的饮食中。校长应该和家长谈谈孩子营养的问题，以及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请记住，即使您不能完全给学生们提供他们每天必需的肉类，能提供一些肉类食物，总比不提供好。现在让我们推荐一些健康的饮食搭配。以下是一些健康的学校午餐搭配：鸡肉和青椒，羊肉和卷心菜，豆腐和红辣椒，肉末豆角。您除了可以给学校的膳食里增加一些肉、水果和蔬菜，减少学生的贫血，您还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减少学生的贫血。这些方法相对于每天买肉来说更便宜、更便捷，但是同样有效。其中的一个方法是每天给学生发一片含铁的多种维生素片，一片维生素片中铁的含量相当于一整盘肉中铁元素的含量。您所在地区已经有其他学校的校长采取过这种方法，非常简单易行，并且他们发现学生使用维生素片后精力更加充沛，学习表现也更好。每天一片多种维生素片不仅能预防贫血，而且能有效帮助那些已经患有贫血和因贫血学习落后的学生摆脱贫血的困扰。请保证学生每日服用维生素瓶子上建议的儿童剂量。请提供干净的饮用水给学生服用维生素片。现在有很多药厂生产出了可咀嚼的儿童维生素片，服用时不需要水，儿童使用更方便，而且他们还更喜欢这些口味的咀嚼片。您可能会面临一个难题，维生素片在当地不容易买到，但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很容易的买到。减少学生贫血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每天用富含强化铁的原料做饭，比如用一些特别添加了铁的酱油和面粉来做饭。这些强化铁酱油和强化铁面粉价格很便宜，而且吃起来和普通酱油和面粉没有区别。你也可以告诉家长关于贫血的知识及治疗贫血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孩子们可能会因为贫血学习表现差。告诉他们您所学到的关于如何减少贫血的方法和饮食均衡的重要性。校长和老师与家长之间长期的交流对学生的健康和学习很重要。目前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大部分的家长都很关心子女的健康，然而他们却未必知道这些重要的营养和健康的知识。而把这些知识普及给家长们也不容易。
事实证明，发放关于贫血和如何预防贫血知识的手册或信件给家长，对于改善孩子贫血的状况作用不一定显著，因为一些家长可能没有收到这些书信，一些家长可能不明白书信上面讲的内容，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感觉他们没有经济条件去改善饮食。最好是把家长们集中到学校开个家长会，直接和他们交流关于贫血的问题，并且在会后保持密切的联系，追踪孩子健康问题的进展，随时解答家长们可能会碰上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减少贫血的最好方法取决于您学校的实际情况，没有人会比您更了解您的学校。您还能想到减少贫血的其他方法吗？发挥您的创造力吧。您最了解您的学校和学生，所以您可能会想到更好的方法来促进学生的健康。为什么解决您学校的贫血问题是如此重要呢？根据陕西、宁夏、甘肃和青海省的研究表明，给学生每天发放一片含铁的多种维生素片，那些贫血的儿童学习成绩有很大的提高。这正是因为他们的贫血得到治疗，他们的身体变得强壮，思维变得清晰，学习成绩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研究同时表明，那些通过吃肉补充铁元素的学生也有同样的效果。无论您选择哪个方法，请记住，您都有责任保证您的学生每天都能吃得更健康。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长得更高，学习成绩更好，将来才更有可能上高中、上大学。请为孩子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贡献一份力量。